很多人觉得呢，2022年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为什么呢？经过前几年房住不炒的调控房价稳了，回到了3年前的水平。那么再加上呢，今年这个楼市的救市行为降低了利率，是吧？我放开了限购限售，可以说呢，还有很多地方也放开了这个户口的限制。也就是说呢，买房一路绿灯。但是呢，我们在买房子高兴的同时，也不能够呢不意识到，在这2年买房子3年以后可能呢会出现几个危机，那我们呢一定要知道这些情况。今天呢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讨论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房价下跌，房价2极分化，未来呢我们的这个资产可能会缩水。其实呢这就是去房子的金融属性过去呢我们知道房子呢一直在涨，涨的呢很多人受不了，那最后呢这个房子就成了这个炒房客之间的游戏了。那最后接盘的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各位，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去买房子还贷款，一还呢就是30年。那这30年呢，你要保障你有稳定的收入，你不敢呢去辞职，甚至呢你都不敢去生病你就将就呢要把这30年还完。为什么这些人们愿意买房子呢？就是对于这个房价有一个期许。即使我们不炒房子，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财富增值，对吧？你30年前花了120万买了一套房子，30年以后这套房子呢变成了400万500万即使呢我们考虑这个通货膨胀，那我们的资产呢还是增加了总之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可是你要想到一点，如果你现在位置买的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呢在很多3、4线城市的开发区买的房子，那么未来可能就会形成资产缩水。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房价2极分化，房价2极分化呢有地段，还有呢人口决定的，人口流向哪儿就有需求，哪儿的房价就会高。但是呢现在很多3、4线城市的开发区在经过前2年炒得火热以后，现在你看连个人都没有，连基本的配套也没有上来，那么可想而知，这种房子你自住都有困难，何来变现一说呢？所以呢你要明白一点，买房子讲究的是地段，和过去呢闭着眼睛买房子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首先第一点记住呢，就是要选好位置，看好周边的配套，要不然呢你的房子面临房价下跌，资产缩水，面临呢还贷款，成本增高。第二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近几年房子的质量有可能无法保障，这主要呢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法拍房这也算是质量问题。为什么讲呢？法拍房现在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就想捡漏，这和当初呢去买这个回迁房和小产权房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之前在视频当中也说过，任何便宜的房产它背后呢都有很深的故事，如果你不充分挖掘的话，那有可能你占了便宜，你吃了大亏。法拍房呢95%的是契房断供所形成的，但是你要考虑一点，我们在买法拍房的时候，虽然说它很便宜，但是你要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纠纷，到底有没有设立居住权，这是一个呢很严肃的问题，小心你自己花了钱买了房子，自己却住不进去。那第二点呢就是烂尾楼。烂尾楼的后果呢我说过很多次，就2点。第一方面，你还款被套牢了；第二点，你住不进去，拿不到房子。所以呢这就是这几年这个房子出现的一些问题由于这个开发商在自救，有这个3道红线的限制，那么我们买房子呢就要变得越来越谨慎。第3个麻烦事呢，就是拥有多套房的这个家庭持房成本会增加。过去呢很多人为什么买多套房一方面呢说我刚需，我需要这么多套房子，我要给老人养老，我要给孩子上学，或者说呢我要改善，总之呢我需要2到3套房子。那么很多人呢打着这个名义去买了房子，结果呢把房子出租即使贷款也不怕，以房养贷嘛，把房子出租，所有的运行成本呢全部算在租户的头上。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一点，随着这个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靠拢，一些呢小的城市人口在不断的流失，你的房子租都很难租出去，除非你的位置特别好，要不然呢你也租不上价。那么这个时候你每个月的还款就需要你自己掏钱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未来这个房地产税可能会
改变现有的土地模式。现在呢，很多地方政府呢依靠的还是土地财政收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买的房子呢是70年产权，意味着呢这70年呢都是政府把这块土地出让给我们用了，那么地用一块就少一块，只有呢房地产税才是源源不断的，每一年才能够创收的。那么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算，也就是说呢，拥有多套房的家庭持房成本会增加很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资产就相当于说在缩水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